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最敏感的焦点之一。从上世纪中叶两岸分治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70多年了。台海局势虽然风云变幻，但至今仍未出现真正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期间，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官方对统一台湾的决心从未动摇。按理说，在实力对比日趋悬殊的情况下，大陆似乎早就有能力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然而现实是，北京始终按兵不动，没有采取全面的武力犯台行动，这不禁让人疑惑，难道北京真的畏惧美国的干预，还是对跨海两栖登陆作战的风险有所顾忌？又或者，这其实是中国正在采取以拖待变的长期策略，在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从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军事评估以及中国内部因素等多重角度来深入剖析中国为何迟迟不对台动武的复杂真相。我们将回顾几个关键的历史片段，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冷战时期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金门炮战，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台海飞弹危机，以及最近几年美国高层官员访台引发的紧张局势。每一段历史都折射出北京在对台策略上的精心盘算和谨慎克制。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位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曾用短短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在台海问题上迟迟不动武的关键原因。这句话背后隐含着哪些深层逻辑？台海两岸未来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接下来，让我们抽丝剥茧，一同来探寻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战略博弈背后的真相。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回顾两岸分裂之初。1949年，中国内战进入尾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政权撤退至台湾。毛泽东原本也计划乘胜追击解放台湾，并在苏联协助下着手组建海军，研拟渡海登岛方案。然而时局瞬息万变，关键转折点出现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就在同年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发表谈话，称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不包含台湾，这让北京一度认为美国不会干涉解放台湾的行动。然而6月的韩战打破了这个判断，当月美军第7舰队奉杜鲁门总统之命驶入台湾海峡，宣誓拦阻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这等于为台湾穿上了一层保护衣，也让解放军原本可能的登岛计划被迫搁置。对北京而言，这是头一次直接感受到美国武力介入台海事务所带来的严峻现实。在朝鲜战场上，中美两国已经短兵相接，北京不愿在同一时间再与美军在台湾海域爆发冲突。就这样，台湾暂时逃过了50年代初期可能面临的武力统一命运。彼时，中国刚经历常年战争，百废待兴，也需要时间休养生息，集中精力应对国内建设。因此，在韩战的阴影下，武力解放台湾的议题被暂时搁在一旁。不过，北京并未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而是在寻找更好的时机。韩战停火后，随着50年代中期中国国力和军力逐渐恢复，大陆开始以其他方式对台施压。1958年爆发的金门炮战，又称823炮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年8月，大陆解放军突然对台湾控制的金门岛发起猛烈炮击，试图震慑台湾当局，同时也试探美国的反应。毛泽东此举除了军事目的，也希望借炮声鼓舞大陆民心，向国内宣示其解放台湾的决心。炮战持续了几个月，使得台海局势一度高度紧张。美国当时与中华民国政府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美军不仅协助台军运补，甚至考虑过使用战术核武来防止共军登岛。可见，北京的挑战引发了美方极为强硬的反应。在美强力支持下，金门最终没有失守。这场炮战以北京宣布单方面停火而告终，之后演变为单日打、双日停的隔日炮击模式，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下令隔日炮击，保存实力的同时，也不使美方难堪。金门炮战显示出北京虽有决心以武下阻台北，但也谨慎地控制冲突规模，避免升级为与美国正面开战。对北京而言，彼时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实力有限，
跨海登陆作战的确存在巨大风险，而美国干预更是不可测的威胁。由此可见，早在冷战高峰期，北京就已经意识到武力攻台必须考虑美国因素，不能贸然行动。进入60至70年代，台海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僵持期。这期间，国际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中国席位，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随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出现突破，双方发表《上海公报》。在该公报中，美国首次以书面形式对一个中国原则表示尊重，为美国日后逐渐降低对台支持做了铺垫。对北京而言，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有助于抗衡苏联威胁，同时也意味着有机会削弱美国对台支持。最终，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转而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台北当局断交。美军也在同年撤出了台湾，台北驻军、美军顾问团等完全撤离，台湾失去了长达数十年的美军保护伞。表面看来，这似乎为北京武统台湾移除了最大的国际障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就在中美建交同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承诺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卫性军事装备，并声称任何试图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行为，都将构成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将予以严重关切。换言之，外交上美国不再与台湾有正式同盟，但通过国内立法，美国实际上给台湾提供了一道安全网。北京当局自然明白这部法律的含义，美国并未真正放手台湾，一旦大陆诉诸武力，美国极可能以某种方式介入。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对台政策转趋谨慎务实，更加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倡议。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次表示，两岸统一问题可以留待后人解决，甚至说过，我们等上100年也没问题。这样的话，一直只要最终能实现统一，短期内暂不急于动武。1981年底，时任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对台湾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勾勒出一国两制的蓝图。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军队，保持社会制度不变，享有高度自治等。对北京而言，这些让步是争取台湾和平回归的诚意表现。同时，这一时期大陆将主要精力投入经济建设，优先发展生产力，以期提升综合国力。北京深知，只有国力增强，未来才有实力解决台湾问题。与此同时，北京也试图以和平姿态感召台湾民心。例如1987年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等措施，都是希望伪将来统一累积良好条件。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北京采取的是暂不急统，以养精蓄锐的策略。然而，和平统一的前景并未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自动到来。进入90年代，台湾的政治环境和民意出现新的变化。1990年代初，李登辉成为台湾领导人后，两岸关系经历了短暂的融冰。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了著名的9·2共识，也就是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其含义各有表述的共识。在此基础上，1993年两岸两会负责人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史称汪辜会谈，开启了两岸官方交流的序幕。然而，随着李登辉后期政治立场日趋本土化，两岸互信迅速流失。1995年，李登辉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为了警告台北当局不要朝台湾独立方向迈进，北京在1995年至1996年间，于台湾周边海域进行了系列飞弹试射与军事演习，史称台海飞弹危机。期间，解放军的东风导弹曾飞越台湾上空，意图震慑岛内民心。面对飞弹威胁，台湾社会最初出现短暂的恐慌，但很快恢复镇定。北京的武下并未动摇台湾民众对本土政府的支持，反而激起更强的反独意志。与此同时，北京的军事动作招致了美国更直接的干预。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下令2个航母战斗群驶向台湾附近海域，以实际行动表明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
面对美军的示威，北京选择适可而止，于1996年台湾总统选举前夕结束了演习。这次危机充分显示，即便90年代中期解放军军力已有显著提升，但与美军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北京无意在当时与华盛顿正面冲突，最终台湾在美国保护伞下举行了首次总统直选，台海危机暂时平息。对北京来说，这次事件既是一次试探，也是一堂课，既要防止台湾朝着法理独立方向走得太远，又要避免擦枪走火引发不可收拾的大战。因此90年代后期，大陆对台策略转向斗而不破，也就是透过外交孤立和适度军事施压来遏制台独，同时避免真正开战。千禧年之后，两岸关系继续曲折起伏。21世纪初，台湾经历了第一次政党轮替。2000年，主张本土意识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陈水扁政府时期，台湾岛内去中国化趋势明显，他甚至提出一边一国等论调，极力淡化两岸联系。大陆对此极为警惕。2005年，北京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将防止台湾分裂明确入法，宣示如果出现台湾正式走向独立等重大事变，大陆将不承诺放弃使用非和平手段。这部法律是对台独势力发出的严厉警告，也是在为日后可能的武统行动寻找法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仍然将主动发动攻击作为最后不得已的选项，而非立即采取行动。事实上，2008年前后，两岸关系一度迎来缓和契机。马英九执政后奉行较为友善的两岸政策，宣示不统、不独、不武，两岸交流迅速增多，经贸联系愈发紧密，还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等重要协议。两岸关系最热络时，每年有数百万陆客赴台观光，双方几乎形成半个经济共同体。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实现了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面，开创了两岸高层直接对话的先例。然而这种和缓并未持续太久。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暴露出台湾年轻世代对与大陆过度靠拢的警惕。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他拒绝承认9·2共识，导致两岸官方互动急动。随着蔡英文2020年高票连任，以及台湾本土认同感不断提升，北京对台政策再度趋于强硬。最近几年，尤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台海局势又陷入多事之秋。2020年以来，解放军军机频繁巡航，台湾周边空域几乎已成为常态化的绕台军事压力。据统计，解放军军机扰台架次从2016年时每年不到10次，激增到2021年后每年超过上千架次。台湾防空部队疲于应对，北京此举旨在对台湾当局和支持台湾的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发出警告。同时，华府方面也展现出更积极的挺台姿态。美国高层官员多次访台，国会通过了台北法案、台湾旅行法等提升美台关系的法案，对台军售案更是频繁出炉，提供包括战斗机、飞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甚至有报道称，美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进驻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军队，双方互动使得台海情势更加剑拔弩张。2022年，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顾中方警告，执意访问台湾，这是25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政要。上一次有美国众议长访台还是1997年。佩洛西之行被北京视为对中国主权和国家尊严的严重挑衅。作为回应，解放军随即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实弹射击的飞弹甚至飞越台岛上空，多个演习区块几乎将台湾本岛包围，这被视为解放军对台实施半封锁的预演。一时间，台海紧张程度飙升至数十年罕见的高度。国际媒体形容，台湾宛如进入了一场实弹版的古巴飞弹危机。尽管如此，在如此激烈的军事施压下，北京仍然把握了分寸，演习限期进行，并未真正登岛，也没有与临近海域的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换言之，中方展现了强硬态度，但仍避免将事件推向失控的战争边缘。从这次危机可以看出，
北京对于武力攻台依然保持极高的谨慎，在向内外各界宣示不惜一战决心的同时，又巧妙地避免了战端的实际开启。演习结束后，解放军并未撤回对台高压姿态，仍持续在台海附近巡航，显示北京对台警戒将成为新常态。纵观70多年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一条清晰主线：北京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始终在强硬表态与谨慎克制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大陆从未放弃武统选项，每当台湾出现明显的朝独倾向时，北京都会通过外交手段或军事演习予以严正警告，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北京又总是设法将事态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尽量避免与美国等大国直接爆发军事冲突。官方口号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底线是绝不放弃使用武力。这种能不战则不战，但绝不放弃战的战略忍耐与威慑并举方针一直贯穿至今，体现的正是斗而不破的艺术。那么，北京为何采取如此克制而耐心的策略？究其原因，有多重考量与顾虑交织其中。首先，无可回避的是美国因素。自韩战以来，美国就是台湾最重要的外部靠山，无论军售、情报还是外交支持，美国都给予台湾巨大的支撑。虽然美台之间没有正式同盟，但长期以来实质军事合作从未中断。北京官方常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干涉，但现实是美国的介入使台海问题国际化。北京清楚，一旦对台动武，几乎不可能不与美国发生对抗。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公开表示美军将保卫台湾，尽管白宫事后淡化称政策未变，但此类表态已令北京更加不敢掉以轻心。如今解放军军力虽大幅提升，但与经验丰富、环球部署的美军相比仍有差距。美军拥有多支航母编队、全球基地和实战经验，而解放军自1979年后就未再经历大规模战争，更何况美国还有日本、澳洲等盟友相助，地缘上日本与台湾更是唇齿相依。日本在冲绳和琉球群岛驻有大量美军，一旦台海开战，日本极可能为美军提供基地支援，甚至直接参战。澳洲也透过与美英组成的 AUKUS 联盟等方式明确站队。一场台海战事很可能演变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冲突，这是崛起中的中国最不愿面对的最坏情境。此外，中美都是核武国，一旦直接交火，核战风险将随之而来。北京决策者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必然慎之又慎，利弊陷入与美国正面军事冲突的陷阱。其次，从军事角度考量，武力犯台本身就是极其复杂且风险高昂的行动。两岸相隔约130公里的台湾海峡是天然屏障，即便对现代化军队而言也是重大挑战。两栖登陆被视为现代战争中难度最高的作战样式之一，需要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并投入大量兵力协同作战。历史上的诺曼底登陆，即便盟军拥有绝对制空制海优势，仍付出惨重伤亡，可见登陆作战的残酷。一旦解放军登陆受挫，伤亡惨重，战局将急转直下，而再组织第二波攻势更会困难重重。近年解放军虽新造多艘两栖攻击舰和大型登陆舰，加强了海军与空降兵力量，但要跨越海峡进行大规模登陆仍然充满未知变数。台湾方面也并非手无寸铁，尽管总体军力远逊于大陆，但多年来在美国协助下部署了大量反登陆武器，包括先进的反舰飞弹、高机动岸防火箭以及缜密的海岸防御工事等。台湾军方近年更推行不对称作战战略，加强各种可重创登陆部队的武器，如布雷艇、无人机和巡弋飞弹等。如果解放军企图闪电突袭登陆，台军可能一时守不住滩头阵地，但若台湾及早预警，做好防御，在滩头重创登陆部队，战局就可能陷入拉锯。战争从不按剧本发展，一旦僵持拖延，国际介入的可能性将大幅上升，局势对中国更加不利。北京深知武统行动必须确保速战速决，但要获得这种绝对把握殊为不易。有军事专家推测，攻台初期双方伤亡恐以万计，这对习惯和平的大陆社会
将是巨大的震动。因此在未具绝对胜算前，领导层不敢轻易贸然出击。第三，经济与国际环境的顾虑不可小觑。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已成世界第2大经济体，与全球体系高度融合，两岸每年贸易额高达数千亿美元。台湾也是大陆半导体等产业的重要供应者。如果对台动武，引发西方国家全面制裁和封锁，中国的对外贸易、技术进口、金融体系都将遭受巨大冲击。俄乌战争提供了一面镜子，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后，美欧联合祭出严厉经济制裁，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冻结外汇资产，众多跨国企业亦撤出俄国市场，令俄国经济元气大伤。中国经济体量虽远大于俄罗斯，自身产业链也更完整，但也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和技术交流。一旦因武统台湾而成为西方围堵打击的对象，中国多年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尤其中国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进口严重依赖海上航道，近80%原油需经马六甲海峡运抵中国。一旦战时美国封锁马六甲，中国能源命脉将被扼住，工业和交通将陷入瘫痪。而即便不谈制裁和能源，中国武力犯台也几乎注定引发全球供应链断裂。台湾掌握着全球电子产业的关键环节，以半导体为例，台积电生产了全球过半先进晶片。若台海爆发战争，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被毁灭或中断，中国自身的科技工业也将遭受沉重打击。北京当然不愿轻启战端，把自己辛苦建立的现代化经济置于险境。此外，国际舆论和外交压力也必须考量。台湾问题在国际上高度敏感，如果大陆率先发难，即便一些发展中国家理解中国立场，西方几乎肯定会将中国描绘成侵略者，以此联合更多国家对华施压。中国苦心经营的国际形象将毁于一旦，外交空间大幅压缩。对一向注重国际声望和长远布局的中国领导层而言，这些都是绝不能忽视的成本。第四，国内社会稳定与政权安全的考量同样影响决策。中共执政以来，政权合法性部分建立在民族舆情和国家统一的承诺上，收复台湾在官方话语中被视作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一环。然而执政者也清楚，若贸然开战而战事不顺，国内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动荡。中共长期宣传统一志在必得，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但这也是双刃剑，一旦开战失利，民意反噬的风险极高。如果攻台行动惨胜乃至失败，解放军遭受重大损失，伤亡消息传播开来，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的大陆民众能否承受如此巨大代价？届时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可能激增，哪怕平时最支持武统的民族主义者，看到期望中的胜利没有到来，转而责怪政府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甚至连中共的执政地位都可能因一次错误的战争决策而受到动摇。历史上，阿根廷军政府因马岛战争失利垮台的前车之鉴，北京是不会忘记的。对极度重视政权稳定的北京当局而言，这种风险绝对不可接受。因此，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领导层宁可忍耐暂时统一未完成的局面，也不会轻易铤而走险。与其冒险开战，不如以目前局部施压的手段遏制台独，维持现状，显然来得更稳妥。实际上，2022年佩洛西访台时，大陆舆论场一度充斥开战的激烈呼声，但北京最终只进行了有限度的军演回应，并迅速封锁了网络上的极端言论。这说明北京在战争决策上对内部民意的拿捏极为谨慎，不会让民间情绪左右自己的步调。此外，台湾社会的变迁也影响北京决策的判断。随着岁月推移，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巨大转变，尤其在解严民主化后成长的一代台湾人中，自认台湾人而非中国人者比例大幅提高。当前调查显示，年轻世代中认同中国者已不足1成。北京深知时间并非完全站在自己一边，拖得越久，台湾年轻世代对统一的抗拒可能越来越强。香港在2019年的巨变更使台湾民心迅速远离大陆，北京对此也是看在眼里。如今台湾朝野对一国两制几乎全盘否定，未来即便通过武力统一台湾，
如何治理这块民心不向的土地将是极棘手难题。岛内可能出现长期的不合作运动与抵抗，大陆不仅需投入庞大维稳力量镇压，还将面对国际社会强大的道德谴责。一些大陆学者甚至担心，再过20年，恐怕连认同一个中国的台湾长辈都寥寥无几了。换言之，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随时间流逝正日益弱化，这无疑在倒逼北京思考是否需要在某个节点前采取行动，以免错失统一良机。大陆希望等待外部环境转好，例如美国实力相对下滑，国际格局朝有利于中方方向发展，但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台湾内部民意每况愈下的趋势。这种两难局面决定了北京在何时以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上必须进行精细的权衡。综合以上种种因素，不难理解中国大陆为何迟迟未对台湾动武，这并非单纯的不敢，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战略忍耐。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所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具有难以置信的耐心、韧性以及决心。这一语道破，揭示出北京奉行的是一种长远博弈的策略。2022年，黎安友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表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依然在下长远的一盘棋。他强调，与其冒着高昂代价武力夺取台湾，或赌上一切却可能因战败而永远失去台湾，不如耐心等待台湾最终自行向统一低头。他还引用中国古代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来形容北京的方针，也就是通过不断展示实力和毅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令对手最终屈服。黎安友的言论在西方舆论中引起极大震撼，因为他与许多预测中国将很快动武的论调截然相反，一时间令不少好战言论哑口无言。从近期国际局势看，北京坚持战略忍耐的理由更加充分。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个例证。俄罗斯原以为可以闪电击溃乌克兰，却陷入持久苦战。西方制裁和军援让俄国付出沉重代价。这场冲突对北京决策者产生了明显警示，即便军事强国，在现代战争中也可能遭遇意料之外的困境。北京高层深知，自己若轻启战端，国际反应只会比莫斯科遭遇的更猛烈，因为中国与西方经贸联系更深。俄乌战争后，美国及其盟友更高调推行印太战略，加强在亚太的同盟布局，甚至讨论组建亚洲小北约，明显是针对中国可能的对台行动在提前准备。美日等国频繁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演，模拟区域冲突场景，也是在为台海战事预演。黎安友分析指出，中国领导层不想重蹈莫斯科覆辙，不愿贸然掉入华盛顿预设的陷阱。相反，北京打算像下围棋那样经营台海问题，而不是像下西洋棋那样追求一步到位的速胜。围棋讲究全局耐心经营，渐进包围，这正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思维。北京相信时间站在自己这边，可以等1载、5载、10载，逐步在实力上压倒对手，而美国未必拖得起，因其自身内政撕裂、债务沉重等问题日益凸显。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北京不可能无限期的等下去，毕竟台湾民心在变，美国的围堵也在强化，但至少在当下，以时间换取空间仍是北京的基本盘算。部分军事专家甚至推断，中国不会让统一大业拖过2030年。不过这种说法并无官方依据。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当前在台海问题上采取的是渐进升压，但谨慎克制的路线。一方面，持续强化军事准备，研发航母、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式武器，加紧登陆作战演练；在外交上则孤立台湾，削减其所谓邦交国数量。目前台湾仅剩13个邦交国，务求在气势上压倒台湾，使其士气日渐低落。北京还运用经济诱因与压力并举，一方面吸引台湾企业和人才赴陆发展，另一方面限制台湾商品输入，试图削弱台湾的经济活力和民心信心。同时，大陆通过统战宣传对台湾舆论渗透施压，宣扬统一不可避免的讯息，以动摇台湾的抗拒意志。另一方面，北京又刻意将行动控制在不开第一枪的范围内，
在给予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强大压力的同时，避免激化出立即爆发的冲突。这种做法正是战略忍耐在现实中的体现，耐心的等待最终能够不战而胜的机会。如果形势始终无法如愿，也至少要等到自身实力和国际态势更为有利之时才动手。当然，若未来台湾或国际局势出现突破北京红线的巨变，北京的克制也可能立刻让位于雷霆一击。展望未来，台海局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北京的耐心并非没有极限。习近平曾表示，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透露出不愿将统一大任无限期往后推的决心。一旦台湾朝着法理独立迈出实质一步，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越过北京设下的红线，例如直接派兵驻扎台湾，战略忍耐的空间就会消失，武力一击的决心将大幅提高。届时北京很可能立即启动既定的作战方案，不给台湾和美国额外准备的时间。在中国国内，统一台湾被视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在21世纪中期趋近乃至超越美国，北京或许会更有信心，也更有压力在那时了结台湾问题。有分析推测，2027年前后适逢解放军建军100周年，2035年是解放军既定的现代化目标年，2049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这些时间节点都可能成为北京考虑解决台湾问题的窗口，但这些仅属猜测，真正决定因素仍是当时的实力对比和国际环境。如果10年、20年后，中国军力足以压制美日联军，经济足以承受制裁风暴，而台湾岛内依然拒绝统一，也许北京就不再犹豫，武力选项恐将成为现实。然而在那之前，除非出现重大突发变局，这场没有硝烟的对峙预计还将持续下去。我们也需警惕，在高强度对峙中发生误判或意外摩擦的风险正上升，各方必须保持沟通，以避免擦枪走火。总而言之，中国为何不敢武统台湾的背后，是一场复杂的耐心博弈。这并非出于胆怯或仁慈，而是一种高层次的战略计算。北京在等，他等待的不仅是更强大的军事实力，更是一个更好的时机。他考量的不仅是能否打赢战争，还包括打赢后要付出的代价，以及由此引发的长远影响。从历史经验到现实局势，中国大陆选择暂缓动武，以时间换取优势，以拖待变，静观其变。当然，这场漫长的博弈对台湾而言也是一道严峻课题。和平与战争之间，台湾如何在夹缝中确保自身安全与发展？未来台海的走向取决于北京战略忍耐的持久度、华盛顿介入意志的强弱，以及台湾民心凝聚与应变的智慧。70多年的坚持与克制换来了当下脆弱的平衡，我们只能希望各方继续保持冷静，不轻易打破这得来不易的和平。毕竟，一旦算计失误，战端开启，将是整个区域乃至全世界都难以承受的灾难。历史的脚步虽然不停向前，但我们祈愿它不必以战火和生命为代价，唯有让理性与克制战胜冲动与对抗，台海方有望在不战中迎来和平统一与长久安宁的那一天。